Hello，大家好呀！这个周末的话，我在家看了一本书，叫做明亮的夜晚》，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是一本由韩国作家崔恩荣所写的一本书。他这本书的话，其实是讲的好几代女性的这么一个故事。然后他这本书里面就是每一个人物的形象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，然后让我看的时候非常有一种，就是身临其境像是，真的是生活在他们那个年代、他们那个时候的，一些生活的一些感触。这也是说了一些就是关于东亚女性的，好几代女性的一代，就是一些，不管是生活上还是心灵上，但是她们也是，走向了一个自由的解放吧。包括，书中的西子，她的母亲，跟她说，尽量走远一点，过自己的人生，就是不要被一些生活啊，还有家庭所束缚住，走自己的人生吧。嗯，就是还是挺，就是这本书还是挺积极乐观的，就是给我的感觉，就是看下来，然后它里面有一句就像我们生活中，呃，不光是韩国，可能就是我们整一个东亚地区的文化所造就出来的女性之间的，一代一代女性的传承吧。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这是刻在童年记忆深处的母亲的低语。我们家女儿很乖，这是母亲对外宣告骄傲的标签。这两句彼此否认的双胞胎，曾在我们的内心刻画出深刻的裂痕。嗯，这本书的作者将这种母女关系比作一个连体婴。他说，母亲常常把自己和女儿看作是一体的。这种连体的比喻揭开了无数东亚女儿的心头的一个伤疤。小的时候呢，我们以为这两句话其实都是相互并存的，一个是在家里，母亲的责备，还有一个是对外母亲展示的一个关怀。后来才明白，他们其实是一对彼此敌对的双胞胎，一边教我们如何去被爱，一边教我们如何消失。在韩剧的《维达1998》里，德善的母亲曾在深夜悄悄地给他盖被子，而白天却因为考试没有考好而责备他，并说了一句说你怎么这么不争气。在82年生的金智英小说中，金智英的母亲说，我从不后悔生你，但我希望你别重复我。可她的一生早已成为女儿必须背负的模板。爱与痛的混合是东亚母女关系中最细致入微的结构。当母亲把我们当做她的作品时，其实女儿变成了一个不是独立的个体，而是母亲去实现理想自我的最后一个希望。她想让你变得优秀，乖巧体面，不只是为你好，而是为她有面子，为她的牺牲找回一些意义。曾经有一个朋友，他去非洲做志愿者，那母亲3个月都没有跟他说过话，直到他辞职回国，得到的一句就是母亲对他说的：“你总算是懂事了。”母亲不懂他为什么去非洲。嗯，在张爱玲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2个女人，娶了红玫瑰，白的还是一抹朱砂痣。每一个东亚的母亲都有一块朱砂痣，那是她无法成为自己。但是她希望你作为她的女儿去实现。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活着。
这是很多东亚母女关系之间的咒语，表面上是深情，但实际上是将人生的责任接力棒悄悄地递了过来。作家李娟曾经说，母亲是一个随时可以准备为我去死去的一个人。可是，她忘了告诉我，她也希望我随时准备为她而活着。这种我为你好的爱，藏着太多未完成的情绪。自我牺牲、婚姻失败、社会不公，这些都在女儿身上找到重启的按钮。所以，当你选择不结婚、不生孩子、去远方、不依赖他时，他第一个反应不是祝福，反而是伤心、愤怒与不解。当我们说，我只是想过自己的生活时，而我们的母亲却说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？当电视剧里《小欢喜》里面董文杰，看见女儿英子想考外地的大学时崩溃道，为什么你要离开我？这种眼泪不是单纯的担心，而是恐惧，是因为她的人生，失重了。于是我们学会了内疚，不接她的电话会内疚，拒绝他的安排会内疚，甚至对他表现冷漠一点都会有一种自责，失眠。母亲的爱深沉，但是她从未教会我们如何去拒绝她，也从未允许我们成为自己。作家严歌曾说，母女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人际关系，太近了，也太远了。我们不去责怪母亲，她也不过是旧时代的女儿，受困于没有选择的命运。但我们必须为自己去争取一次自由，哪怕这意味着痛苦、对抗，甚至疏远。崔恩荣说，用不一样的时间去观察妈妈，也是一种女性主义。当我们重新看待母亲，不是那个永远在付出的圣人，而是一个曾经也渴望自由，也有梦想，但最终选择了成为母亲的普通女人。当我们用这样的视角去回望她，也许就能理解，她不是不爱你，而是她的爱里有太多没来得及被安放的自我。我们是在埋怨母亲吗？不是，真正的爱不是顺从与感恩的演技，而是彼此成长、学习、理解。我们并不需要远离母亲，而是需要重建关系。她要学会放手，你要学会说不。你不再是她的延续，而是一个独立的、完整的女性。你有权选择不结婚、不生子、不成为另一个为了孩子活着的女人。你要夺回主体性。你值得成为你自己，加油！这本书的话，对我的感触还是蛮深的。我每次，其实这本书我之前有翻过几页，然后这次的话是真的就是把它，一口气全部读完。读到中间有好几次，我都是为里面的一些人物感到，就沉浸式的去阅读，然后，被里面的人物就是深深的感动，也时常会默默的不由自主的落泪，就是可能在生活中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的不顺，但是我们要坚持下去，要走出自己的路。就像喜子的母亲跟喜子说，你要尽量走得远一些，你要有自己的人生，你要做自己。好，今天的话就想把这本书分享给大家，因为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。最近的话被韩女的文化深深的就是吸引到，然后会再多读几本韩女的书，然后到时候再推荐给大家。